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铃木秀子所著的《请保持你原本的样子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与他人比较会感到不幸；第二，一次呼吸就能改变您的人生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与他人比较会感到不幸。当人们心中充满了想要变得更加优秀、想要变得更有魅力，以及想要变得更受欢迎等想法时，他们的内心往往无法感到满足。这种对现在的自己还不够好的执念，会让人深深陷入痛苦之中。书中提到一个来自印度出生的神父安东尼·德梅洛的故事。他是一个非常忧虑的人，总是以负面视角看待自己的生活。他周围的人不断劝他改变，包括一位亲密的朋友，也对他说过：“你真的应该改变自己了。”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安东尼神父，但他发现自己无法轻松去改变，反而越来越感到焦虑和沮丧，甚至怨恨那些试图帮助他的朋友。最终，这位神父失去了对生活的动力，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抑郁状态。当他已经无力面对生活时，另一位朋友对他说了一句朴实却温暖的话：“你不需要改变，你就是你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喜欢你最真实的样子。”听到这句话后，神父的心态发生了奇迹般的转变。他在接受自己的状态中，自然地发生了积极的变化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接纳现在的自己是多么的重要。喜欢并珍视自己原本的样子，是幸福生活的起点。如果我们连现在的自己都无法接受，又怎么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呢？当然，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喜欢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或许有许多人正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某些部分而想要改变自己。为此，我将介绍3个方法来教大家如何更好地接纳自己。这3个方法是：1. 不要与他人比较； 2. 不要执着于年轻； 3. 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创造价值的能力。接下来我将详细解读这些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不要与他人比较。对自己缺乏自信的人，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。我跟别人相比，差距太大了。我现在的样子让我无法接受，我一定要去改变。这种习惯性比较，往往会让人感到沮丧和不安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他人的优点和我们的长处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和美，羡慕他人的情绪是很自然的。但如果我们开始让这种感情变成嫉妒或自卑，就会导致幸福远离我们。举个例子，您可能会羡慕某位同事，因为他学历高、能力强，但实际上，他可能正因为人际关系不顺而感到不安。即使在外人看来，他非常优秀，他也不一定完全幸福。学习接受自己，并停止无谓的比较，是我们迈向幸福生活的重要一步。为了获得幸福，我们需要尽量避免与他人进行不必要的比较，避免自卑和嫉妒等负面情绪的困扰。当我们感受到自卑和嫉妒等负面情绪时，不妨轻松笑一笑，把这些情绪抛开，告诉自己这些情绪是不必要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不需要与他人做比对。第二个方法，不要执着于年轻。事实上，过度执着于年龄的概念是导致我们痛苦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每个人都会经历衰老，外貌和身体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。无论我们年纪多大，都希望保持年轻或看起来更有活力。这种心理实际上是在与自然规律相对抗，甚至是在强迫自己过上不自然的生活。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活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抵挡岁月的流逝。年龄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，我们应当学会接受这一现实，展现自己真实的样貌，幸福就会随之而来。社会和他人给出的年轻、美丽、更好的这种标准，往往让我们感到压力。但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尽管我们的体力可能下降，但我们也会获得更多的宽容、平和与智慧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我们积累了经验和魅力，这些都是岁月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。
我们应当接纳自己现在的状态，并认识到，作为年长者，我们依然有独特的价值。第三个方法，每个人都有创造价值的能力。维克托·弗兰克是一位在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精神病学家，在他的著作《夜与雾》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在集中营中，面对生死抉择时，他依然坚信生活有意义。不论在多么极端的困境中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。弗兰克认为，我们可以通过3种方式创造价值：通过工作、兴趣爱好等活动创造出来的想象的价值，通过体验美丽的景色或感受人生的奇妙所获得的体验的价值，以及面对困境时，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而创造出来的态度的价值。无论面临何种困难，我们都可以通过行动来创造价值。即使在无法进行物质创造的情况下，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人创造的艺术或作品中获得感动，或者通过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来开阔视野。生活中的任何困境都有可能被转化为某种形式的价值。无论生活如何波动，我们都应该相信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。就像弗兰克在集中营中的经历一样，即便是在绝望的环境下，他依然选择坚持生存，并相信生活的意义。如果我们不轻言放弃，人生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我们的生命属于我们自己，不需要与他人做比较。只要意识到自己独特的价值，我们就能够坦然地活出最真实的自我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一次呼吸就能改变您的人生。生活中，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让人不愉快的事情，或者感到焦虑，这是非常常见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总是被这些不愉快的情绪或担忧所困扰，生活就容易变得沉重与痛苦。因此，我将介绍3个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，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这些情绪。这3个方法是：1. 当感到焦虑时，想象一下最坏的结果。2. 先深呼吸的习惯可以改变您的人生。3. 将痛苦的情绪转化为愉快的情绪。接下来，我将详细解读这些方法。第1个方法，当感到焦虑时，想象一下最坏的结果。焦虑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情绪。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曾深刻探讨过焦虑与人类的关系。焦虑往往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。然而，我们常常会为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而焦虑。举个例子，想象一次考试或资格认证，在考试结束后，直到成绩公布前，我们通常会感到无比的焦虑，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通过。但如果你已经认真准备并尽了最大努力，那么无论多么焦虑，结果也不会因此而改变。正如一句俗语，尽人事，听天命，做了自己能做的事后，剩下的就只能等待结果。如果我们放大这种焦虑，它只会消耗我们的精力，最终也无法改变结果。我们常常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不必要的焦虑，甚至对一些未发生的事情过度担心，结果只会耗费自己的精力，影响当前的专注。为了有效克服这种焦虑，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刻意去想象最坏的结果。例如，假设在工作中犯了一个错误，可能惹怒了客户，那么最糟糕的后果是什么呢？也许上司会批评您，客户可能会取消合同，甚至您可能会遭到同事的负面评价。然而，通常情况下，除非犯了严重的错误，否则一次小失误不太可能导致职务变化或解雇。就算失去了与客户的合作，时间一长，大家也许早已忘记这件事。当我们明白最坏的情况其实并不会带来巨大的损害时，焦虑感自然会减轻。做了自己能做的事，之后的结果交给时间，不必再为不必要的焦虑所困扰。第2个方法，先深呼吸的习惯可以改变您的人生。有一句话叫做口舌之争，意思是当别人对我们说了不愉快的话时，我们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进行反击。的确，在别人说了让我们不高兴的话时，我们常常会急于反驳或辩解，但在愤怒的驱使下反应，往往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，甚至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。
即使对方错了，愤怒过后再去反击，往往也没有好结果。因此，作者建议我们养成先深呼吸的习惯。当面对让我们愤怒或想反击的人或事时，先做几次深呼吸，平静下来，观察自己内心的情绪波动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会发现，反驳或发火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愤怒本身往往只有短短几秒钟的高峰期，深呼吸能够帮助我们平复情绪。当我们冷静下来后，就能避免因情绪失控而损害与他人的关系。很多时候，一句话就能破坏与伴侣、同事甚至孩子的关系，事后再后悔也为时已晚。尤其是那些容易情绪化的人，更应养成先深呼吸的好习惯。这一小小的改变足以让您的生活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。第3个方法，将痛苦的情绪转化为愉快的情绪。在情绪控制方面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让生活充满更多的快乐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其实情绪从心入。如果您能以轻松愉快的心态面对生活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愉快。相反，如果总是处于焦虑和痛苦的情绪中，生活就会变得沉重。圣经中曾提到，灾难总是降临到那些负面思考、行为不当的人身上。另一句名言也说过，上帝喜欢那些经常微笑的人。这些道理看似简单，却十分深刻。与其抱怨、发牢骚，不如保持积极乐观。常常微笑的人更具吸引力。当然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想要立即变得乐观并不容易。作者建议大家可以通过一些小物件来帮助自己调整心情，比如在包里放一些可爱的物品，如小钥匙扣、玩偶等。这些小小的物品能够瞬间带来愉快的情绪转变。人类在看到可爱的东西时，通常会感到愉快，哪怕这种情绪只是短暂的。然而，这样的短暂情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。人的情绪常常是动态变化的，从愉悦到无聊，从痛苦到欢愉，这种变化是迅速的。即便处在痛苦或焦虑中，看到这些可爱的小物件，也能帮助您迅速从负面情绪中恢复过来。当然，可爱的小物件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，其他的一些东西也能帮助您调整情绪。例如，旅行时拍摄的美好照片，或是随身携带爱人的照片，这些都能带来温馨与快乐。另外，当您感到不愉快时，不妨花5分钟在脑海中幻想一下。例如，在与伴侣争吵后，可以试着想象和对方愉快地喝茶、聊天的情景，即使只是一种简单的想象，它也能帮助您从负面的情绪中走出来。生活中的小刺激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发生巨大的转变，积极的心态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。为自己准备一些能够带来快乐的小物品，它们会成为您应对生活挑战的幸运符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